健康饮食的重要性。小张，你最近看起来有点累呀。是啊，工作太忙，压力大。你平时吃饭规律吗？不太规律，经常加班，有时候就不吃晚饭了。这样对身体不好啊。我知道，可是没办法。就算再忙，也要好好吃饭，健康最重要嘛。你说的对。那你平时都吃些什么？我尽量吃得清淡一些，多吃蔬菜水果。蔬菜水果确实很有营养。对呀，而且我每天早上都吃早餐。早餐吃什么？一般吃全麦面包、鸡蛋，还有牛奶。听起来很健康。我早上经常来不及吃。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简单的食物。比如呢？比如酸奶、水果、坚果都很方便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还有，要少吃油腻的东西。可是我特别爱吃炸鸡和火锅。偶尔吃一次没关系，但是不能经常吃。为什么不能经常吃？因为这些食物热量太高，容易发胖。确实，我最近胖了不少。那你更要注意饮食了。好的，我会改变饮食习惯的，谢谢你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规律，规律，规律。我每天都有规律地锻炼身体。我每天都有规律地锻炼身体。营养，营养，营养。这种食物营养很丰富。这种食物营养很丰富。清淡，清淡，清淡。医生建议我吃得清淡一些。医生建议我吃得清淡一些。油腻，油腻，油腻。我不喜欢太油腻的菜。我不喜欢太油腻的菜。热量，热量，热量。这个蛋糕热量很高。这个蛋糕热量很高。减肥期间的饮食。小王，你最近瘦了不少啊。是吗？我正在减肥呢。效果挺明显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主要是控制饮食，再加上运动。那你现在都吃什么？我早上吃燕麦粥，中午吃水煮鸡胸肉和蔬菜。听起来很清淡啊。是啊，
我现在完全不吃油炸食品了。那晚上呢？晚上我吃的很少，一般只吃一些蔬菜沙拉。这样不会饿吗？刚开始会有点饿，但是慢慢就习惯了。你还吃主食吗？吃，但是减少了分量，而且我改吃粗粮了。粗粮是什么？就是糙米、玉米、红薯这些。哦，这些比白米饭更健康吧？对，粗粮含有更多的纤维，对消化有好处。你还喝饮料吗？不喝了，饮料糖分太高。那渴了怎么办？我只喝白开水或者绿茶。你真自律。没办法，想减肥就得管住嘴。你打算减到多少斤？我想再减10斤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加油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控制，控制，控制。我要控制自己少吃甜食。我要控制自己少吃甜食。主食，主食，主食。在中国，主食通常是米饭或面条。在中国，主食通常是米饭或面条。粗粮，粗粮，粗粮。多吃粗粮对身体好。多吃粗粮对身体好。纤维，纤维，纤维。蔬菜含有丰富的纤维。蔬菜含有丰富的纤维。自律，自律，自律。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。他是一个很自律的人。素食主义者的选择。李明，你想尝尝这道菜吗？这是什么菜？看起来挺特别的。这是素鸡，用豆制品做的。哦，你是素食主义者吗？是啊，我已经吃素3年了。为什么想吃素呢？主要是为了健康，也是为了环保。吃素对健康有什么好处？可以降低胆固醇，对心脏好。那你平时都吃些什么？我主要吃豆腐、蔬菜、水果和坚果。这样会不会缺少蛋白质？不会的，豆制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那维生素呢？蔬菜和水果里有很多维生素。
听起来挺均衡的。对，只要搭配好，营养是够的。那你吃鸡蛋和牛奶吗？我是蛋奶素食者，所以这些可以吃。原来素食还有不同的种类呀。对，有的人完全不吃任何动物制品。那得很注意营养搭配吧？是的，需要多学习营养知识。你会一直吃素吗？会的，这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了。挺佩服你的，我也想试试多吃素菜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素食，素食，素食。这家餐厅提供素食。这家餐厅提供素食。豆制品，豆制品，豆制品。豆腐是一种常见的豆制品。豆腐是一种常见的豆制品。蛋白质，蛋白质，蛋白质。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。均衡，均衡，均衡。饮食要均衡才健康。饮食要均衡才健康。搭配，搭配，搭配。这两种食物搭配在一起很好吃。这两种食物搭配在一起很好吃。给孩子的营养饮食。王姐，我最近很烦恼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儿子不爱吃饭，特别挑食。哦，这个问题很常见。他几岁了5岁，可是每次吃饭都像打仗一样。他不喜欢吃什么？他不吃蔬菜，特别是绿色的蔬菜。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。可是不吃蔬菜对身体不好啊。对，孩子需要各种营养才能健康成长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你可以把蔬菜切得很碎，混在他喜欢的食物里。这个方法我试过，但是他还是能发现。那你可以做成有趣的形状，比如小动物。哦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孩子对好看的食物更有兴趣。除了蔬菜，他还应该吃什么？要保证蛋白质，比如鱼、鸡蛋、牛奶。他这些都还吃，就是不爱吃蔬菜。还要限制他吃零食和甜食。是的，他特别爱吃糖果和巧克力。
这些东西要少吃，对牙齿不好。对，而且吃多了就不爱吃正餐了。你要给孩子养成好的饮食习惯。谢谢您的建议，我会试试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挑食，挑食，挑食。小孩子不要太挑食，小孩子不要太挑食。成长，成长，成长。孩子需要营养才能健康成长。孩子需要营养才能健康成长。零食，零食，零食。我喜欢吃各种零食。我喜欢吃各种零食。限制，限制，限制。我要限制自己少玩手机。我要限制自己少玩手机。养成，养成，养成。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老年人的饮食注意。老张，医生说你血压有点高。我知道，得注意饮食了。医生说要少吃盐。可是菜太大，我吃不惯啊。为了健康，要慢慢习惯清淡的口味。好吧，那我听你的。还有，要少吃肥肉。为什么？我最爱吃红烧肉了。肥肉含有太多脂肪，对血管不好。那我可以吃什么肉？可以吃鱼肉、鸡肉，这些比较健康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还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。这个我知道，蔬菜水果维生素多。对，而且要吃应季的水果。我还要不要补钙？要的，老年人容易缺钙。那应该怎么补？可以多喝牛奶，多吃豆制品。好的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每餐不要吃太饱，7、8分饱就可以了。为什么不能吃太饱？吃太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。好的，我会记住的。只要好好注意，身体就会越来越好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血压，血压，血压。他的血压有点高。他的血压有点高。脂肪，脂肪，
脂肪。这个食物含有很多脂肪。这个食物含有很多脂肪。应季，应季，应季。应季水果更新鲜，更便宜。应季水果更新鲜，更便宜。补钙，补钙，补钙。老年人要多补钙。老年人要多补钙。负担，负担，负担。不要给身体增加负担。不要给身体增加负担。运动员的饮食计划。教练，我最近训练很累，感觉体力不够。这可能跟你的饮食有关系。我每天都有吃啊，但是吃的对不对很重要。你早上吃什么？一般吃包子或者油条。这些不够，你需要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。那我应该吃什么？早餐要吃燕麦、鸡蛋、牛奶和香蕉。好的，我记下了。午餐要吃足够的主食和瘦肉。什么样的瘦肉比较好？鸡胸肉、牛肉都很好，蛋白质含量高。训练前后要不要吃东西？训练前1小时吃点碳水化合物，比如面包。那训练后呢？训练后半小时内要补充蛋白质，可以喝蛋白粉。晚上可以吃什么？晚餐要清淡，多吃蔬菜，少吃主食。我可以吃零食吗？可以吃坚果和水果，但是不能吃垃圾食品。要不要吃营养补充剂？可以适当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水要喝多少？每天至少喝2升水，运动时更要多喝。好的，谢谢教练，我会按照这个计划吃的。记住，饮食和训练一样重要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碳水化合物，碳水化合物，碳水化合物。运动员需要足够的碳水化合物。运动员需要足够的碳水化合物。含量，含量，含量。这种食物蛋白质含量很高。这种食物蛋白质含量很高。补充，补充，补充。运动后要补充水分。运动后要补充水分。
适当，适当，适当。要适当运动，不要过度。要适当运动，不要过度。矿物质，矿物质，矿物质。身体需要各种矿物质。身体需要各种矿物质。糖尿病患者的饮食。医生，我刚查出有糖尿病。不要太担心，只要好好控制饮食就可以。那我以后不能吃什么？首先，要严格控制糖分的摄入。我以后都不能吃甜的了吗？要尽量避免，包括糖果、蛋糕、甜饮料。那水果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但要选择含糖量低的水果。哪些水果含糖量比较低？比如苹果、梨、柚子都可以适量吃。主食方面呢？主食要控制量，而且最好选择粗粮。为什么要吃粗粮？粗粮升糖指数低，对血糖影响小。每餐应该吃多少？要定时定量，每餐不要吃太多。我可以吃肉吗？可以，但要选择瘦肉，少吃肥肉。做菜的时候要注意什么？要少油少盐，尽量清蒸或者水煮。我需要测血糖吗？需要，每天要定期测量血糖。除了饮食，还要注意什么？还要坚持运动，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。好的，我会认真执行的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，有问题随时来找我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糖尿病，糖尿病，糖尿病。他患有糖尿病多年了。他患有糖尿病多年了。摄入，摄入，摄入。要控制热量的摄入。要控制热量的摄入。避免，避免，避免。要避免吃太多油炸食品。要避免吃太多油炸食品。定时定量，定时定量，定时定量。吃饭要定时定量。吃饭要定时定量。测量，测量，测量。
每天要测量体温。每天要测量体温。外出就餐的健康选择。我们今天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，我都可以。我想吃点健康的，不要太油腻。那我们看看菜单吧。这个水煮鱼看起来不错。可是水煮鱼很辣，而且油很多。那清蒸鱼怎么样？清蒸的比较健康，我觉得可以。再点一个素菜吧。这个炒时蔬怎么样？好啊，多吃蔬菜对身体好。要不要点个汤？可以，点个清淡的汤。这个冬瓜汤不错，不油腻。那就点这个吧。主食呢？我想吃米饭。可以点糙米饭吗？更有营养。好的，那就点糙米饭。你还想要别的吗？够了，我们点的不多，应该刚好。对，外出吃饭不要点太多，避免浪费。而且吃太多对身体也不好。喝什么饮料？就喝茶吧，茶比较健康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点这些吧。服务员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清蒸，清蒸，清蒸。清蒸鱼很好吃。清蒸鱼很好吃。时蔬，时蔬，时蔬。这家餐厅的时蔬都很新鲜。这家餐厅的时蔬都很新鲜。浪费，浪费，浪费。不要浪费食物。不要浪费食物。外出，外出，外出。我今天要外出办事。我今天要外出办事。刚好，刚好，刚好。这个大小刚好。这个大小刚好。孕妇的营养需求。妈，我怀孕以后应该注意什么？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营养均衡。我应该多吃什么？要多吃含蛋白质的食物，比如鸡蛋、牛奶、鱼肉。为什么要多吃蛋白质？因为宝宝需要蛋白质来生长发育。那水果蔬菜呢？也很重要，要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。
我需要补充叶酸吗？需要，叶酸对宝宝的发育很重要。什么食物含有叶酸？绿色蔬菜、豆类都含有叶酸。我还需要补钙吗？当然要，孕妇特别容易缺钙。怎么补钙比较好？多喝牛奶，多吃豆制品和虾。有什么不能吃的吗？要少吃生冷的食物，还有辛辣的东西。为什么不能吃这些？这些食物可能对宝宝不好。咖啡可以喝吗？最好不要喝，或者少喝一点儿。那我可以喝什么？可以喝白开水、牛奶、果汁。谢谢妈妈，我会注意的。好好照顾自己，这样宝宝才会健康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怀孕，怀孕，怀孕。她怀孕3个月了。她怀孕3个月了。发育，发育，发育。孩子正在健康发育。孩子正在健康发育。叶酸，叶酸，叶酸。孕妇要补充叶酸。孕妇要补充叶酸。生冷，生冷，生冷。感冒的时候不要吃生冷的食物。感冒的时候不要吃生冷的食物。辛辣，辛辣，辛辣。我不能吃辛辣的食物。我不能吃辛辣的食物。办公室白领的健康饮食。小林，你每天中午都带饭吗？是啊，我觉得自己带饭更健康。我也想带饭，可是早上太赶了。你可以晚上准备好，第2天带来就行了。那你一般都准备什么？我会做一些蔬菜、肉和主食。你做的菜会不会油腻？不会，我都是少油少盐的做法。我平时总是点外卖，感觉不太健康。外卖确实比较油腻，而且盐也多。那你下午会吃零食吗？会吃一点儿，但是选择健康的零食。什么样的零食算健康的？比如坚果、水果、酸奶。我经常下午会很困，可能是中午吃的太多了。
那应该吃多少？吃7、8分饱就可以了，不要吃太撑。你上班的时候喝什么？我主要喝白开水和绿茶。我总是喝咖啡，一天要喝好几杯。咖啡不能喝太多，对身体不好。那我以后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对，健康的饮食对工作效率也有帮助。谢谢你的建议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段对话中的一些重点词汇。带饭，带饭，带饭。我每天都自己带饭。我每天都自己带饭。外卖，外卖，外卖。我今天点了外卖。我今天点了外卖。做法，做法，做法。这道菜的做法很简单。这道菜的做法很简单。称，称，称。我吃得太撑了。我吃得太撑了。效率，效率，效率。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。我们要提高工作效率。